小姐，我去给您拿件外衣披一下吧。哦，不用，喜欣已经去拿了。好的。林奈小姐，琉璃子出现了。世才，怎么出来的这么早？那我们是提前行动，还是等到约定的时间再动手？林奈小姐，现在动手吧。好，现在就动手。开车！快走！小姐，小姐！怎么还喝这个呀？尝尝这个，好不容易弄到的。我还真不明白你们公子哥儿为什么会把金钱和时间都耗在这些东西上面。什么酒的年份呐、酒杯啊，难道味道有很大不同吗？我觉得口感不同吧。来，没感觉，不值得。是吧？其实呢，这些事情不能光看表面。居然这酒，为了口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我也觉得不值。但是呢，酒的产地、年份、酒杯，它就像是一种媒介，它能无形中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个才是它真正的用处。来，然后呢，社交本来就是一种媒介，对吧？那在社交背后隐藏的就是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达目的，而非要虚伪的取道社交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吧。哎，喜欣，你怎么了？马拉少爷，欧阳警长，小姐被人绑架了，你们快去救她！怎么回事？就是刚才在门口，我拿了大衣去大厅找小姐，看到门卫都昏倒了，我就跑出去，看到两个穿西装的男人把小姐架到了一辆黑色的汽车上，等我追上去，汽车就该走了。他们长什么样看清楚了吗？我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他们的西装颜色是浅灰色的。反了，少爷，怎么办呀？西西，别着急，你现在需要冷静，再想一想，还看到什么了？我真没有。小姐，喜欣，你先别急，你好好想清楚，那辆是什么牌子的汽车？那个车牌号到底是多少？当时有看清楚吗？对，有两辆车，小姐在后面那一辆车上，那辆车是一辆黑色的福特，车牌号我只记得后面3位数字是017。欧阳警长，能找到小姐吗？行，我现在马上回警署，就去查车尾号是017的黑色福特轿车记录。东，你人脉广，你赶紧去查查有没有什么其他线索上去。你是这儿的保安？哦，是的，先生。你们小姐被人绑架了，需要帮手。哦，好。我也去。你留在这儿，他们一定会打电话回来索要审问，到时候你一定要在。一旦有消息，打电话去西岐贸易行找艾老板，他知道怎么联系我。纸和笔，这是电话，记住，他们要什么一定要答应他们。琉璃子对绑匪来说越有价值，他会越安全。相信我，我一定会把小姐带回来。保安，走。啊，是。东少，姐，琉璃子她我知道了，正想办法呢，把她借我用用。行，她是新来的，身手不错。老大，对不起啊，没跟你商量就来琉璃工作室。现在先别说这个，找许峰赶紧到贸易行，让老艾赶紧去查清楚那个车的具体位置。许峰，听得到吗？听到。许峰，
琉璃子被绑架了，老大让你去贸易行赶紧跟胖子会合。胖子，喂，石头，你说上班的时候你在老大车上干嘛呢？胖子，喂，老大，是我。琉璃子被压在一辆车牌尾号为017的黑色福特车上，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半小时内我要知道这个车的具体位置。啊，有1万多辆那种轿车，你给我半个小时，你真以为我天才啊？万一我搞不定怎么办啊？许峰会去帮你，我要的是结果。哎，好。啊，老大，一下说他看见过清水林那车，是辆车牌号多少73016。 73016的黑。这么说，劫持琉璃子的是清水家的人。哎，没准儿，有可能。老大，我们现在怎么做？夏，你怎么在贸易行？我正好来找爱迪生，想帮他看一下密码图资料。谢谢你。谢谢。哎，别吃了。老大，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回贸易行。不找福特车了吗？你怎么这么说话？他是笨吗？那如果这事儿是清水家干的，清水家呀，他肯定是发现了这个日本侨民武装计划被盗这个事实。如果老大不去找他们，他们还会找老大的，是吧？林奈小姐，琉璃子，觉得很奇怪是吗？我为什么要找你的麻烦？你不能怪我，要怪只能怪你是纳兰东看上的女人。林奈小姐，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纳兰东拿了他不该拿的东西，所以我只好用你去跟他交换。虽然我恨极了你这张迷惑男人的脸，我甚至觉得就是这张我贱犹怜的面孔毁了我的哥哥。不过为了纳兰东手上的东西，我会善待你，直到他过来。林奈小姐，我想你是误会了。纳兰东他有一个女朋友，他们感情很要好。不用你教我判断。我现在非常明白，什么是逢场作戏，什么是真正上心。葬礼那天，雅子拦住你的时候，他看你那种放不下的眼神，哼，亏我当时还用一种傻乎乎的傻笑来欺骗我自己。你最好就这样老实给我待着，对大家都好。看好他。嗨，老大，刚才喜新来电话，说有个男的打电话，让你一个人去火车站。要是你不去的话，估摸着琉璃子就没命了吧？老大，真是冲着你来的。是，曲峰回来了吗？啊，回来了，刚回来。你们俩继续找福特车的位置。程总，下车。老大，这明摆的是一个圈套，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下车。老大，我陪你去。下车。承诺，你拦不住东东。你千万别拦老大，让老大去。我们现在必须要确保找到福特车，你知道吗？是啊，承诺，你回来吧。老大，小心！林奈小姐，欧阳彻说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又带着咱们那么多的护卫，算算时间，应该抓到纳兰东了。是我们到早了，再等一会儿吧。小姐，恕我多嘴，
您安排的这些护卫，知不知道您是为了武装计划才要抓纳兰东的？他们跟欧阳彻在一起，万一说漏了嘴，让欧阳彻知道了，以他阴狠的性格，我们恐怕后患无穷啊！他们不知道情况，我只吩咐他们听从欧阳彻指挥，等欧阳出完气，便会到纳兰东来这里见我。刚才喜信电话显示的位置在山东路99号废弃大楼。绑匪更改的见面地点，总是和上一次的距离很近。这次除外，每一次几乎都是横跨上海线东西往返。太好了，可算有准地方了。我通知老大。就在山东路哪？山东路99号。哦，对，99号废弃大楼。我去帮你。林奈小姐，等了这么久，护卫还没到，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我现在担心的是，欧阳彻会不会有别的阴谋？他能对自己的好朋友下毒手，又怎么能对我们讲信用呢？我也信不过他，这个小人，看人家不爽，又不敢当面跟人家交锋。要不是看在这是取回武装计划的好机会，我绝不会跟这种人合作。嗨，林奈小姐好高的兴致，和手下聊天聊得这么投入，有人走近都不知道。怎么是你？你怎么知道这儿的？警署再不济，花3个小时找一辆福特车，还是办得到。你找我做什么？你教训完纳兰东了？他现在哪里？林奈小姐高贵惯了，所以一直用这种语气问人吧。你现在一定在想，为什么不是卫队把纳兰东带过来，对吧？你想太多了。按照我们的约定，你达到目的，解了心中恶气，不就好了吗？那林奈小姐打算怎么处理琉璃子？哼，原来你还是放不下琉璃子啊！他背着你跟纳兰东勾勾搭搭，甚至什么坏事都做尽了，你还在意这种女人做什么？我不是在意她，而是……别动！我不允许任何人说她一句坏话。你以为你高高在上，就可以随便侮辱别人？你以为你在酒吧污蔑琉璃子，就正中我下怀了？你还以为有了约定，再找20几个笨蛋看着我，你就能掌控所有事？啊！小姐，欧阳彻，你放了小姐，我们就放了琉璃子。哼，生命被别人掌控在手里的滋味怎么样？应该很恐惧吧？不止恐惧，仿佛已经看不到头的黑暗，那才是最折磨人的，对吧？现在你该明白了，是谁在掌控所有的事。不过，还是没有用，因为你伤害了琉璃子。
走。警长，要不要处理现场？我先去看看琉璃子，里面应该有人。怎么样？放松点来，抽根烟。哎，这妞挺老实的。警长，你们看好琉璃子，尽量别让她解锁，尽量别让她知道，我会尽快回来。是，警长。我们杀死日本人，是为民除害，对不对？日本人杀害我们中国人，杀害我们祖国这么多无辜的同胞，我们杀他们是理所当然。我说，大家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林奈小姐吩咐过，让我们听从欧阳彻的安排。我知道，大家就是听了他的安排，才一会儿火车站一会儿码头的空转了2个多小时，却连纳兰东的影子都没有发现。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我们一直听从欧阳彻的命令行动，可到现在他都没有出现过一次。这2个小时他在干什么？最后通知我们到这里，这里距离林奈小姐约我们见面的地方非常近，根本就在同一栋大楼里，这难道是巧合吗？想想确实奇怪。那你想怎么做啊？我们不如下去到小姐约定的地点问问，如果小姐让我们听欧阳彻的，我们就继续等，怎么样？好。你们没有完成林奈小姐交代的任务，就急着在她面前自讨没趣吗？这就是清水家卫队的本色。你怎么知道小姐交代我们的任务？当然知道。林奈小姐没必要隐瞒我这个。你说过你有安排部署抓纳兰东，但实际上让我们转来转去空的，这个小姐恐怕不知道吧？我还是这么说，我有我的部署。林奈小姐知道一切，但我想，我没必要跟你们交代。既然你知道了我们的任务，那么纳兰东呢？你部署了那么久，怎么连他的影子都没见着？你口才不错，纳兰东马上就到。我倒想看看你的口才有没有功夫一半好。对了，纳兰东功夫好得很，你们别以为人多就能制住他。这里现场有很多可以利用的工具，不用我教你们怎么布置吧。
上。纳兰东，你再这么妄动反抗，是不想留李子光日了是吧？你们4个看好琉璃子小姐啊，千万不要动。啊，是是。你们林黛小姐呢？请她出来，我要见她。凭什么？林黛小姐怀疑错我了。那几天，我诚心诚意的为清水的葬礼来帮忙，除此之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过。这整件事情根本就是一场误会。你们请她出来，我当面跟她解释清楚。你敢说因为伤害了林黛小姐的感情？感情的事儿，只有当时的2个人自己知道。你请他出来，我跟他说清楚。
他不会见你，你把他伤得太深，在决定这么做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因为你的行为而受到伤害的人？因为你自私、无情、风流成性，根本不把道义伦理放在眼里。随便你怎么说，我可以等林黛小姐愿意见我为止，我会跟她解释清楚的。但是你们抓一个毫不相干的弱女子算什么？放了她，我留下来。你功夫太好，在确保你没有反抗能力之下，我们才可以交易。还愣着干什么？上！等等，我要先确保琉璃子的安全。他的命在我手里，不能讨价还价。动手！站住！并好！对。你们不是清水家的人，你们是谁？我们收人钱财，专门替人消灾。我不想杀你们，识相的就让路。哟，我还是第一次从小娘们口中听到这种话，有意思啊！来，往这儿打。队友，林子竟然是他！你还好吧？啊，这太好。你伤到哪里了？啊，很严重吗？我看看。没事儿。我本来想英雄救美的，没想到现在变成美女救英雄了，这感觉不太好。你还会开玩笑，还油嘴滑舌的，那你还不赶紧起来？你这女人怎么那么狠心呢？我大老远跑来救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非得让我绝胳膊断腿的，你才高兴？谁让你还要开玩笑啊？
受了伤都没个正经，你真是活该！我都伤成这样了，我笑也是疼，哭也是疼，我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呢？你怎么那么笨呢？那么多人打你，你怎么不还手啊？笨！你信不信？刚才那么多人打我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你会安然无恙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没感觉错，上天已经把你的平安给了我，要让我受皮肉之苦。没事，受吧。许空，许空，没事。现在相信了吧？我早就说过，我们俩是天生的彼此的守护者，一方有难，另外一方肯定会及时来自救，这才是缘分。你还不快起来啊！你怎么不说？要不是你，我早就回家睡大觉了。起来啊！你这女人一点也不懂情趣，要好好调调调调才行。你还调教我？你先调理好你自己吧。哎呦，哎呀，你好重啊！男人得重一点，重点才沉稳，才靠得住。拉倒吧，就你这样又浮夸又不踏实，还靠得住，还不如靠棵树呢。警长，柳丽子小姐她会功夫的，而且还很高强，她把那铁链一下就……别说了，我已经看见了。不是警长，你当时没有亲眼看到那条铁链被她一下子就……闭嘴！我说我已经看见了。你们大男人连个女的都看不住，还好意思跟我说什么可是？那4个饭桶人呢？都被柳丽子给杀了。哦，哼。这么没用的东西，留在身边也是累赘。怎么了，警长？余夏怎么会来这儿？不是我啊，不是我说的。当然不是你，你哪有这本事？这样，待会儿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我说什么你只管答应就行了，知道吗？知道。抖什么？警长，你不觉得这里出奇的冷吗？日本人的监狱比这儿更冷。如果你不想进去的话，就给我镇定点。欧阳警长，你们怎么在这儿？余夏，你怎么在这儿？哦，你也看见了？你看的是谁做的了吗？我发动了警署的警力，终于让我查到017黑色轿车就停在这栋大楼下。可是等我和我的同伴赶到这里，这栋楼里除了尸体没有任何发现。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里很多人都死于东的枪法之下，所以我想，应该是东比我更早来到这里，把琉璃子救走。那我能帮忙做的，只能是处理现场的善后了，对吧？赶紧搬吧。
不然一到晚上就来不及处理了。是警长，我先做事。啊，这是林奈，他什么时候变这么残忍了？毕竟林奈不是不相识的人，而且还帮过他，我真的不敢相信。或许东有什么迫不得已的理由，你是他女朋友，谅解他吧。如果有什么万不得已的理由，一定是因为琉璃子。不过还好有你这个好兄弟帮他收拾烂摊子，他也算够幸运的了。我一半是为了他，一半是为了琉璃子。这栋楼一旦出了事，日本人一定会追问，琉璃子也脱不了干系。你对琉璃子真好。她是我最深爱的女人，我不爱她，还爱谁呢？当心！哎呀，慢点啊！来，坐下，坐下。哎，慢点，慢点。哎呀，没事吧？行了，柳离子，你好好照顾东少，我去拿药箱。林姐啊，麻烦你帮我往西京贸易行打个电话，跟老板说我就快到这儿了。行，你好好休息啊，我这就去办。小姐，西西，西西，你终于回来了，我好后悔，我后悔的想一头撞死。别这样，我好好的，别哭啊，没事，我回来了。是我不好，是我没照顾好你，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你去哪我也去哪，就算是死，西西也愿意替你去。好了，别哭了啊。哎呀，行了行了，大家回来就好，说什么死不死的，给我平平安安的。你没看到东少还受着伤吗？让琉璃子好好照顾他，我去拿药箱。你呢，给西京贸易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别哭了，别哭了，都要好好的啊。快去，快去吧，好好照顾啊，别耍大小姐脾气了啊。慢点。看出来了，西西是你的人，跟你很久了吧？5年了。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才13岁，是个小乞丐。他当时在路上被几个乞丐欺负，打得遍体鳞伤的。因为要抢他手里的2个馒头，然后把他打得满头都是血。他死活不放手，也不肯流眼泪，真是够倔强、够坚强的。我当时救了他以后，跟他回他那个破窑洞，才发现原来那2个馒头他是为了生给另外2个小乞丐吃的。多好的孩子啊！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跟着我，直到现在。可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哭。
慢点，坐好。这服务真周到，比外面那小姐护士服务好多了。我看你就是故意的，说什么琉璃宫比较近，你为什么不带你自己9号房的钥匙？啊，哎呦，你现在别跟我说这事儿。哎呀，怎么了？别，好，哪儿啊？哪儿啊？这啊！我看看哪儿？在泳池排队那天，我们设计上花田，出现一个拿狙击枪杀他的人，是不是你？你今天出现的时候，我看你的身形和打法跟那个蒙面人是一模一样的，那个人是你，对吧？在泳池排队那天，我们设计上花田，出现一个拿狙击枪杀他的人，是不是你？你今天出现的时候，我看你的身形和打法跟那个蒙面人是一模一样的，那个人是你。你都已经看出来了，还问我干什么？什么原因？你是怎么杀他的？好吧，我知道你不会告诉我的。下一个问题，你的下一个目标是谁？你问这个干什么？今天你出手救我的时候，我看见你的身手，想要阻止你，不太可能。那既然我阻止不了你，我就参与到你的计划里。我们2个人彼此也要有个照应。青山中错。那个家伙，我也挺讨厌他的，每次见他跟欠谁钱似的。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你把手拿出来。有一个问题，你做一个问题。以后你行动的时候，必须提前通知我，好吗？好。你别动，你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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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哎呦！要不是亲眼看见，我肯定以为你身上的伤是假的。当然是真的了。我要不这么逼你的话，你能回答我老半天。哎呦，好了，输了，先睡一觉。漂亮。好。醒了。我穿成这样，你很开心吗？穿那么喜庆。你要是真的死了，我不得穿的喜庆点去祭拜你啊？对不起，说错了。小姐，他们到了，快进来。刘丽子，谢谢你照顾了东一晚上。什么话？
他是为我才受的伤吗？伤的可重了，昨天晚上一直说胡话，吃多少退烧药都高烧不退，一直昏睡到现在，那怎么办呢？刘丽子，别担心，我和承诺一会儿把他带回去，肯定把他医好，放心吧。嗯。哎，慢点儿，当心，当心啊！当心！刘丽子，你在房间吗？撤！刘丽子，怎么？衣柜里有暗格，走，快收拾一下，爸爸，快！你在房间吗？刘丽子，撤！那么早啊？你怎么样？他们没有为难你吧？你没受伤吧？我好好的，没受伤。啊，怎么了？你怎么身上这么冷啊？还发抖？生病了？刘丽子，我昨天晚上赶到大楼下，我发现满地都是尸体，我担心找着找着就会找到你，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都后怕。你看我好好的，一点事儿都没有啊。后来，昨天是纳兰东救了我，我就和他一起离开了，我没事儿。啊。怎么了？怎么了？昨天晚上喜欣跟我聊得晚了，就在这睡了。声音不是从这个方向传来的。什么声音啊？是个男人的声音。没有啊，我怎么没听见？对不起，昨天晚上可能没睡好，又着了些凉。没关系，你饿了吧？咱们去吃早餐吧。出来吧。喜欣，这柜子后边怎么有暗格？进百乐门的时候就有了。哦，那我们走吧，我们先。请慢用，谢谢。瞧你，咱们一早上都魂不守舍的。没有啊，一定是昨天的事把你吓坏了。都怪我，没及时赶到去救你。怎么能怪你呢？昨天的事儿发生的那么突然，谁都没有料到。唉，你说人怎么会那么可怕呢？仅仅是因为爱一个人，就变得不择手段吗？林奈小姐平时多么温婉可人啊，居然为了东变成一个魔鬼，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情了，结果害自己丢了性命。你叫他什么？东？怎么了？你不是也这样叫他吗？不是，我只是没想到你以前那么讨厌他，现在却对他大有改观了。他这次救你，算是值得了。你打算怎么谢他？你说到哪儿去了？你说我该怎么谢他？怎么谢都行，只要他不叫你以身相许给他。你就这么看待你的好兄弟？我对他太了解了，也见过太多女人上他的当，每一个到最后都是悲剧收场。是吗？
我看以后还得叫你些身手，万一遇到像昨天那样危险的情况，在救援的人到达之前，最起码可以保护自己。你说呢？啊，你说什么？我是说，我教你武功，别让我担心。我细胳膊细腿的，怎么学武功啊？用不着吧？我也学不会，更不喜欢打架。你不是会武功吗？你保护我就行了。我当然会保护你。你实在太让人心疼了，太需要保护了。是你从小父母不在身边，没人保护你的缘故吧？看你，多么倔强坚强的一张小脸。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谢谢。对了，你也没说起过你父母的事儿，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你多告诉我一些你家里的事，我很乐意听。没什么可说的，父母死得很早，我也不愿意多提。对不起，琉璃子，让你伤心了。无论你身世是怎么样的，我都会永远爱你。哎，我说啊，这老大是醒了没醒的啊？这把眼睛睁开一圈，看了一眼又闭上。没醒，做梦呢，这不是？你想啊，睡之前躺一大美女床上，醒来一看，哟，我怎么在自己房间了？换你，你也得多说会儿吧。我不是在做梦，我怎么回来的？琉璃子呢？老大，你前天晚上一晚上高烧不退，昨天我跟曲风把你接回来治疗，你现在已经昏迷超过了1天1夜了。什么？这么久了，你们为什么不叫醒我？那大楼里面还有好多上游工作都没做呢。老大，别紧张。事发之后啊，你救完琉璃子小姐，余夏跟欧阳彻警长2个人一前一后进入了那栋大厦，忙了一宿啊，把所有的证据全给毁了。等会儿醒一下。那这2天都有什么消息？那个山东路废弃大楼不是被烧了吗？这事儿成为一桩悬案。为什么呀？因为它里边啊死的人又多，然后每个人都烧的有面目全非，那样子根本认不出来。现在那个深谷大佐跟青山中佐正着手处理清理这个事情。他那个宫下总领事啊，怒了。既然烧的都认不出来了，为什么短短2天时间，日本人就介入了？欧阳彻他们警署没管这事儿吗？因为众多死者当中有1名是女性，而且体貌特征十分明显。经法医判断，该名死者就是清水绫奈。你说谁？清水绫奈，他死了。不是，老大，这人不是你杀的吗？什么我杀的？我那晚上都没见到绫奈，都是跟他的手下在纠缠。对了，还有一个，净说些似是而非的话。不知道是他没有传达好绫奈的意思呢，还是我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反正那晚上我们俩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件事。你们俩这么看着是什么意思？不对，余夏说，根据现场的判断，他跟欧阳警长都觉得是你杀了清水绫奈，所以才把证据不留余力的全给烧了。真不是我杀的。要是我见到绫奈了，我有必要弄得这么横尸遍野吗？凭我的性格，我肯定是和平解决。老大，你觉得你聪明吗？啊，就你怎么可能正主还没出现，一个小鬼儿就把你整得不着调呢？这是你吗？纳兰东啊，这是你吗？我啊，轻敌了啊，是吧？我觉得既不是东，
也不是琉璃子杀的清水灵奈。葫芦，那你有什么说法？你们想，琉璃子割断铁链以后，去3楼找纳兰东。如果中间遇到灵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应该是抓住灵奈，以确保纳兰东的安全。琉璃子这么聪明，他为什么要杀灵奈？闹半天，用小口径狙击步枪的人果然是琉璃子。当时我就在想啊，这个小口径狙击步枪是我改装的呀。你说这上海除了我还能有谁啊？后来我也查了，琉璃公还真找我买了这个枪。老大呀，那天要不是你危在旦夕，他非得出来救你，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神秘人是谁吧？哎，那不对呀、不是老大，又不是琉璃子，是谁杀了清水灵奈？琉璃子跟我说，他割断铁链的时候，发现他的看守换了一波，而且个个都有武功。要不是急着救我，他肯定留下一个活口来问问。我觉得那几个换过的看守肯定有问题。所以，我跟你们讲，这些人呐，肯定有第3批到过这个现场。第3批进大楼的人就是我和欧阳彻。你的意思是我们俩杀了清水灵奈吗？东，醒了，正好。谢谢夏，我是相信你的，肯定不可能是你，是欧阳彻。欧阳警长做事一向光明磊落，要不是因为东和琉璃子，人家才懒得管这事儿。别听他的，他跟你开玩笑。夏，昨晚的事儿，谢谢你喝茶了。你的事也是我的事吗？谢谢。哎呦，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哎呀，你来了！哎呦，我算着今天是第5天，你也该来看看我了吧？我来看看你死没死，还会笑，那就是没事儿，又骗我，我走了。哎，别走，别走，别走！哎呦，你乱动什么呀？躺好了。你就不怕我又骗你？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候说假？哎呀，对不起。一直都是真的，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是真的，只是一开始你不知道，也不愿意相信罢了。知道吗？能让我痛的根本就不是我身上的伤，是你。你这个像魔鬼一样的女人，长着天使一样的面孔，要折磨到什么时候？你们2个在干嘛？他伤那么重，还没好，你现在又来折腾他，到底什么意思？人家好心来探望你，怎么说话的？好心探望？你的伤是为谁受的？这么多天对你不闻不问，现在才来好心探望，虚伪。于小姐，你误会了，我没有别的意思。他的伤是为了我受的，我来看看他康复的怎么样了。一直以来，我都想向你解释一下，我和你的男朋友之间就是普通的朋友关系，他也是我们琉璃宫的客人，仅此而已。今天正好把这事儿说清了，以后免得再纠缠。我先走了。琉璃子，琉璃子 ，no！ 你凭什么把他赶走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没有那么无理，也没有那么小心眼儿。他害你害得还不够吗？自己受了多严重的伤，你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她就是一个舞厅的舞女，她每天徘徊在无数个像你这样的男人之间，那是她的营生。你还对她动起真感情了？我告诉你，哪怕她有一点真心，那也早给欧阳撤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对这样的女人恋恋不舍？请你不要那么说的好吗？东，你知道吗？这3天3夜是谁在你身边衣不解带的照顾你？甚至你在昏迷的时候喊他的名字，我都没有离开。就这样还叫小心眼儿？
你再也找不到像我这么爱你的女人了，你这个大傻瓜！夏，我明白，我真的明白，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从来没有为了哪个女人那么疯狂，那么失去理智，仿佛我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不管她怎么对我，我都心甘情愿，一如既往的对她好。夏，你了解我的，我这是怎么了？你疯了，纳兰东，你疯了！我就是疯了。如果人的一生要外星疯一次的话，就他吧。你醒醒！你真的变了，我对你太失望了。今天不上班啊？今天休息啊？你也休息啊？休息？我是老板来着，贸易行里边那么多员工，还需要我亲自去吗？养那么多员工白养啊？他们挣钱给我们用就完了，那么大贸易行不用我去，对吧？对。你们俩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我啊，没有。没，他有。你们俩都没有？到散步去了不是，我说，对于清水林奈被杀的事情，我跟葫芦都有怀疑的对象。谁啊？欧阳彻。他跟林奈都不认识，他有什么动机要杀他呀？上一次呢，警署有一个叫方德的到我贸易行买过变声器。你说他一个警察买变声器搞演出啊？他给别人买的呀。欧阳有作案时间，无论他有什么说辞跟余夏交代，他为什么在现场，客观上都是第一个接触到林奈尸体的人。还有，看守琉璃子的人从日本人换成了练家子，除非当晚有我们不知道的第三股势力到过那个大楼，否则欧阳及其警署都难逃嫌疑。不管是谁，不可能是彻。我太了解他了，就算是为了救琉璃子，他也不可能去杀人。你上次不是说有一个声音很怪的男人一直充当清水林奈的代言人吗？哼，现在清水林奈被人杀了，我这个变声器又卖出去了，没人知道幕后指使是不是欧阳彻。你的那个假设比他那个还更专业、更严重。他可能是幕后主谋吗？懂。不要感情用事，你我心里都清楚。琉璃子被清水家绑架这件事，从一开始针对的就是你。绑匪一再改变见面地点不说，见了面以后只是让你挨打不还手。对于武装计划的事情只字未提，你不觉得奇怪吗？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们内部出现了分歧。林奈可能在见到你之前就已经遇害了，而之后得权接管这件事情的人，并不知道武装计划的存在。他唯一知道的就是琉璃子是你的软肋，想用琉璃子来牵制你、教训你。可以跟林奈合作的人，只有欧阳彻。情敌见面，分外眼红。杀人呢，要讲究动机的。你们找不到任何合理的杀人动机，说什么我都不会信。少爷，少爷，日本军部的深谷大佐和青山中佐前来探望您，人现在在大厅呢。知道了。我们的分析不合理吗？夏，干什么呢？动！怎么这么无理？深谷大佐，青山中佐，夏不懂礼貌，冒犯二位了，东给你们道歉。东，不是这样的，刚才我亲自给大佐奉茶，结果手没拿稳，茶杯洒了，可能大佐以为我对他不敬，所以跟我动起手了。
屋里都打乱了。没事儿，我来处理吧。你到里面去，让下人再冲壶茶。去吧。西南中佐对我女朋友这么关注啊？来，这边请。两位，喝点茶吧。现在就我们3个人了，有什么话请直说吧。于小姐从加拿大回国，又是豪门千金，她怎么会武功啊？他父亲觉得现在国内形势动荡，女孩子会点武功可以防身。嗨，花钱绣腿，让大佐您见笑了。2天前，山东路废弃大楼的焚烧事件，你知道吧？略有所闻。我们在3楼的焚烧现场清理出20多具尸体，都是利用巧劲儿被折断脖子而死。我明白了。大佐，您是觉得这种巧劲儿跟高桥中佐的死很相似，是不是？如果您真的是这么觉得的话，我敢保证的跟您说，余下不会这种误。他学的是咏春，咏春的拈手功属于借力打力，敌进我留，敌退我追。我研究过高桥中佐的死，那种伤属于中国武功中的擒拿手的一种，讲究力量、韧度、灵敏。虽然说乍一看很相似，但是隔行如隔山，是完全不同的2种功夫。中国武术博大精深，毋庸置疑，但是这些都没有评判标准，都不能证明于小姐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相反，林奈喜欢纳兰世子，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于小姐是你的正牌女友，所以她有充分的动机杀了林奈小姐而后快。我想了解一下，于小姐去了什么地方？别提那晚了，有几个蒙面人袭击我，伤得很重，是余下照顾了我一晚。你们看，伤还没好呢，你看。知道是什么人做的吗？不知道，只知道是一群蒙面人，上来就打，打了就散。我也没看到他们的脸。在什么地方？就在百乐门后门的那条胡同里面。当时黑灯瞎火的，什么都看不清楚。哼，以纳兰世子的功夫，几个蒙面人又怎么能奈何得了你呢？他们抓了琉璃子，逼我就范，我是没办法。琉璃子，这么说，他和你在一起啊？在一起呢。我们俩是脱离了险境之后，然后我才送他回的琉璃宫。蒙面人有说些什么吗？说了些奇奇怪怪的话，说让我别多管闲事儿。但是我具体问他们是什么事儿，他们又不跟我说。难道是指你帮我们查案子的事？很有可能。他们跟我说，让我别离你们太近。难道是雅典娜派来的人？有可能。他们几个人武功都不错，就算是平时我一个人对他们几个人也挺吃力的。大佐，这么说，我们确实已经接触到了雅典娜组织的成员，所以他们才会找纳兰来报复。那个在清水葬礼上现身的家伙，即使不是雅典娜，也该是他们组织的核心成员。像我们这次到府上，一是为看看于小姐，当然，现在看来她跟这件案子没有关系。二来是想问问你有关阿木的事。阿木？谁是阿木？就是在清水的葬礼上被你设计找出来的那个人，后来被小田逼得跳河了。哦，那个人。在花田案中，他也出现过，混在董家的下人里面。我记得他当时的身份是花匠阿木，是我审问的时候知道的名字。是吗？我对这个人没有印象了。他还在董家出现过，那他挺厉害的。董家那么多下人，你对他没印象也属正常。只是花田案的口供里，他提到曾经帮你一起解救过董老爷夫妇，所以我想，你可能对他应该有点印象。好像真是这样。
当时我姑妈被锁在屋子里面，然后我想用斧子把门给撬开，但是怎么撬也撬不开，我就叫了几个人上来帮我的忙。可是具体上来几个人长什么样，我实在是记不住了。没能帮着你们忙，实在不好意思。那就算了。原本我们也是来例行公事的。还有那个叫小顾的，原本他和阿木的口供可以互相作证，又跟你说的窍门吻合，我们才不再追究。但现在看来，阿木是直接参与花田案的元凶之一，他当时给的口供真实度非常低。换言之，他们两个都有可能是雅典娜的成员。大佐您的分析挺对的。我给您一个建议，您再去一趟董家庄园，去问问管家全福，他可能会有印象。我跟青山正有此意，那就不打扰了。两位就辛苦了啊。告辞。我就不送了啊。怎么样？那部分没问题了，我交代过琉璃子，就算他们去琉璃宫查的话，也查不出什么来。可问题他们现在把阿木和小布联系在了一起，我就怕对董家会有牵连。我上次和董淑芳一开会的时候，已经把花田案的口供跟他们对好了，还有小五的情况也说得很明白，所以他们想去就让他们去呗。今时不同往日，当时我们的设计方案只是针对花田案的，现在连环杀人案不断，情况又复杂，以前的很多设计已经不是最佳方案，我就怕现在对董叔会成为一种隐患，再好好想想吧。都怪我。其实如果密码图能够早日破解出来，那董淑芳也就可以功成身退，撤回长春继续潜伏。可是现在反而让他们陷入危险之中。今天晚上入夜以后，去到董家，约董叔明天在琉璃宫跟我见面。我现在去找曲峰商量一下。不能打电话吗？去一趟吧。每次见那个青山，我都有一种不好的感觉。董家的建筑平面图还在申虎手里，怕他会效仿我们，在殿外先上动手脚。好，我今晚就去。可是去琉璃宫见面，用什么理由呢？就说劝我浪子回头。你呀，执行正经任务还不忘风流。不过我提醒你，风流韵事频繁之处，是没有真正的爱情的。大佐觉得林奈案案发当晚的行踪，纳兰君形容的如何？你认为他的话不可信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他那身伤啊，肯定不是假的，但是他只说出了一部分，还有更重要的，他并没有说出来。比如那些蒙面人绑架了琉璃子之后，是用什么方法通知到他的？还有，在他们动手之前，有没有提及到其他人或者其他事？在他们教训完人之后，他们有没有逼迫他以什么条件才放了琉璃子？如果这些事情真的是雅典娜那帮人所为，我不太相信他们会这样轻易的就把他给放了。你是说，纳兰君跟林奈案有关系吗？老实说，我确实很怀疑的。不过这当中有太多的环节我无法弄明白，所以不敢妄下结论。青山君，对于你严谨的态度，我是很欣赏的。但纳兰君的情况十分特殊，除非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就是雅典娜，才能处置他。好吧，大佐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宫下大人很欣赏纳兰君的才能，有意吸收他进入总领馆为我帝国效力。以后你们还会有很多共同做事的机会。青山君要多多彼此了解才好啊。是。
小姐，这支康康舞实在太漂亮了，你们一个一个美的都像小仙女一样，要是会飞就好了。是吗？就是会拍马屁，本来就好看。琉璃子，你去3号贵宾席看一下欧阳警长吧，他喝醉了。真的？嗯，小姐，欧阳警长好像心情不太好，我刚才劝他少喝点，他还差点没揍我。是吗？那我去看看。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你去陪承诺聊天吧。走。承诺，我们还是跟过去看一下吧，万一小姐遇到危险，你还能出手相救。你可真是1年被蛇咬，10年怕井绳。小姐就在琉璃宫，能有什么事儿？那万一坏人混进来怎么办呀？西线，你可真是杞人忧天啊！凭小姐的一身本事，又在琉璃宫，谁也伤不到小姐的。别忘了，小姐给你的任务是陪我说说话。这爱情本来就是你们年轻人的隐私，林姐也不是什么老顽固，本来我也不想多问的。但琉璃子啊，你毕竟不同于别的姑娘，等林姐老了，今后这百乐门的家当是要传给你的，所以林姐想来想去，我还是想问你一下，哎，你现在到底是跟欧阳警长在交往，还是跟东少在交往？是和欧阳警长在交往啊。林姐的意思是，如果从百乐门的营生考虑，我更中意东少，因为他年轻，路子又广，今后能帮到你。但是从一个女人的幸福和稳定来想，反倒欧阳警长更适合你。哎，他们2个人品、相貌都不差，不管你选择哪个，林姐都支持你。不过你现在既然已经选择了欧阳警长，那么就和东少保持一点距离吧。你和他老是这样若即若离的，对欧阳警长也不公平。再美好的爱情都经不起这样消磨殆尽，到时候可没有后悔药给你吃哦。林姐，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我明明深爱着彻啊，他符合所有我对一个好男人的向往和标准。他又温柔，又英俊，又干练，又细心体贴，我就应该把一生交付给这样的一个好男人，对吗？可是我一看见东的眼睛，就跟着了魔一样，就是要被他吸引。我明明知道他这个人荒唐、花心、无耻、放荡，我明明很讨厌他的，可是就是不由自主的被他支配，被他掌控。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我感觉自己很早以前就认识他，仿佛我本来就该是他的女人一样。我怎么会这样想呢？我都怨恨自己的3心2意了。行了行了，傻丫头，今后你选择谁，努力争取就是了，林姐会支持你的。傻孩子，行了，去吧。你平时都喝啤酒，怎么突然想起来喝红酒了？喝不习惯很容易醉的。想换个口味，试试能不能也换个心情。那结果呢？更糟，脑子越喝越乱，心越来越清醒。你和东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和他只不过是因为最近那几件案子，所以才有来往，跟感情无关。可我知道，他很喜欢你。他家世优越，挥金如土，他张扬不羁，直交满天下。
他对女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唯独对你是个例外。你被抓的时候，他不惜千里奔波，以身犯险，被毒打，还毫无怨言。你被感动了，是吗？他为了我受伤，我感激他，报答他，我照顾他都是应该的。对，有恩报恩是应该的。可是我心里就是不舒服。你在照顾他，我就会抑制不住的嫉妒。我嫉妒那些伤，为什么不是在我身上？琉璃子，我知道我没有东那么大气，我更没有他那样的家世，给不了你少奶奶似的优越生活。可是我能保证，我会给你我的全部，你永远都是我唯一爱的人。答应我，别离开我，好吗？这真的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对你造成这么深的伤害，是我不对，我以后不那样了，好吗？以后永远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动物，可以吗？嗯，好。欧阳警长，慢走。你进去吧，再见。欧阳警长，